各位朋友，大家好。一提起嘉靖皇帝呀，人们肯定会说这个皇帝不爱上朝。可嘉靖皇帝并不是执政一开始就不上朝的，最初执政的时候，他是按照惯例正常的上朝。嘉靖总共的执政时间是45年，他基本上上朝与不上朝的时间是各占一半。那么嘉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上朝的呢？这个时间的分界点是在哪里呢？如果我们把嘉靖执政这45年分成2个阶段的话，可以这样分。前一个阶段，他的侧重点是在于玩人。作为天才的权术大师，嘉靖把他手下的臣子们玩的是滴溜溜乱转。而后一阶段，他的侧重点则转为了修仙。那么，从玩人到修仙，这个分界点又是在哪里呢？嘉靖刚刚登基入主大内的时候，并没有住在乾清宫，因为那时候乾清宫被他的前任正德皇帝玩火给烧了，当时正在修缮之中。嘉靖登基以后，就一直催促着工程要尽快完工。修缮工程刚刚完成，嘉靖就迫不及待地住进了乾清宫，一住就是20几年。但自卯一年的卯一天以后，嘉靖就搬出了乾清宫，而且他还将很多的重器法物移到了乾清宫，目的就是为了镇住乾清宫中的邪气。嘉靖认为乾清宫这个地方很不祥，有脏东西，所以他就搬走了，搬到了西园的永寿宫，再也没有回到乾清宫，直到他驾崩前的那一刻。乾清宫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嘉靖皇帝再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呢？刚才说到的卯一年卯一天，在那一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刚才提到的上述3件事情的分界点，都是在公元1542年的公历11月27日，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件，由此也就成了上述事件的分界点，而且还远不止如此。从那以后，嘉靖朝的国势由盛转衰，而且嘉靖此举也为后世的万历皇帝树立了一个不怎么样的榜样。所以说，这件事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的深远。那么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公元1542年公历11月27日，这一天，嘉靖皇帝正在他的寝宫中安睡。这时候虽然已经是差不多早上6点钟了，但是因为临近冬至，夜很长，天还很黑，嘉靖皇帝睡得很安稳。在梦中，他好像真的得道成仙了。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轻得像一只羽毛，在空中飘来飘去。然后突然他觉得有一丝异样，觉得似乎有什么重物压在了自己的身上。他想推开它，但手不能动，好像被某种力量紧紧地按住了。他想喊叫，却怎么也喊不出声。睡梦中的嘉靖恍惚地觉得，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被鬼压吗？他还闻到了一股香气，好像是女人身上香粉的味道，这让他觉得有点释然。好在压我的还是女鬼。但很快他就觉得不太妙，他的呼吸变得急促，喘不上气，有一种即将窒息的感觉。这时候他猛地睁开眼，发现压在他身上的并不是女鬼。借着微弱的烛光，他看到了围在他身边的这些侍女，看着都很眼熟，应该就是他宫中的那些侍女。这些平时见到他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的宫女们，此刻却个个面目狰狞。他们有的握住他的手，有的摁住他的脚，还有2个人站在他的身体2侧，正在使劲地拽着一根花绳，而这根花绳就勒在他的脖子上。嘉靖想喊，但很快发现自己的嘴巴被一些乱七八糟的布帛紧紧地塞住。因为窒息，他感到马上就要昏厥过去，但很快又会被身体上传来的一阵阵的剧痛所弄醒。他发现这些宫女们正在用他们所能找到的一些利器，比如说钗、簪等等，在他的身上乱扎。他能够感觉到这些痛苦来自于他的前胸，来自于他的腹部，来自于他的大腿，甚至来自于他的下体。慢慢的，他的意识开始变得模糊，
有了一种神游天外的感觉，那可是吃了多少丹药都不曾有过的呀。正在刺杀嘉靖皇帝的是以杨金英为首的16名宫女。发生的时间是公元1542年公历11月27日早上6点钟左右。因为这一年是壬寅年，所以后世将这次事件称之为壬寅宫变。勒在嘉靖脖子上的这股花绳是杨金英一行他们在皇帝的仪仗上临时取下来的，由此也可见他们此次行动的仓促。被扯下的这股丝绳被其中的一个宫女拴成了一个套，就这样套在了嘉靖的脖子上，然后两边各有一个宫女拼命地向外扯。但也许是因为他们太过紧张，力量并没有使足使齐，所以嘉靖一时之间并没有被勒死。情急之下，一个宫女又在这个绳上打了一个结，希望这次可以一举勒死嘉靖。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结打成了一个死结。嘉靖只是被勒得窒息，但他并没有死。杨金英一行总共是16名宫女，但根据史料记载，当时在嘉靖身上动手的只有9名宫女。那么另外的7名宫女呢？可能其中有胆小的已经被吓得不能动弹，这还算是好的，虽然不能上手帮忙，但至少没有帮倒忙。但其中有一个叫张金莲的宫女，看到嘉靖皇帝一时半会儿并没有被勒死，这种情形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他突然想到，莫非这是因为嘉靖是皇帝，是真龙，有神灵附体，所以无论他们怎么做，他们都是不可能杀死嘉靖的。这时候他突然有了另外一个想法，既然杀不死嘉靖，我们就都是死罪，那不如我去通报皇后，去立一个功，或许可以将功折罪呢。就这样，张金莲迅速地跑出了皇宫，奔向了皇后的寝宫。当时的皇后是方皇后，闻讯以后，马上带着随身的太监以及侍卫赶到了皇帝的寝宫。进去以后是一片混乱，方皇后还被一位宫女在脸上打了一拳，但很快方皇后就控制住了局面，杨金英一行16人全部被抓获。此时的嘉靖皇帝已经完全的昏厥过去了。方皇后马上唤来太医，对嘉靖进行抢救。太医们见到嘉靖皇帝的情形，也是觉得束手无策。治好了还好说，万一治不好皇帝的话，那可是死罪呀。当时没有一个太医敢上前施救。最后有一位叫徐申的太医，思考再三以后，壮着胆子给嘉靖皇帝下了一副菌药。所谓的菌药，就是毒性很强的药物，又被称为虎狼之药。这种药物用起来可是要慎之又慎的。但徐申觉得别无他法，只能冒险了。他的冒险成功了。嘉靖皇帝在吐出了几口紫血和2个铅球以后，悠悠魂转。事后，这位徐申太医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很多赏赐，但没过多久，他就得了重病。他自知自己的身体已经是药石无效，就对家人说我这个病你们也不用治了。病根就是在那次宫变时为皇帝下猛药，受了惊吓。事后想起来仍然是惊惧万分，所以这位太医最后就被吓死了。在嘉靖皇帝养病和疗伤期间，方皇后令司礼监太监拷问参与此次宫变的这些宫女，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此次事件是杨金秋等一行16名宫女在宁嫔王氏的唆使下进行的一次弑君行为。当时皇帝的宠妃端妃曹氏也参与其中。她虽然没有最终参与这次事件，但在他们谋划的时候，端妃也参与了。最后司礼监将审理的结果交给了刑部，并上报给嘉靖皇帝。嘉靖皇帝下旨将所有的参与人员，包括端妃曹氏以及宁嫔王氏，全部凌迟处死弃市，家属也受到株连，处斩的处斩，发配的发配，家产全部充公。那位背叛自己的队友向皇后通风报信的宫女张金莲也未能幸免，同样被凌迟处死。自那以后，嘉靖皇帝就搬出了紫禁城，搬到了西园的永寿宫居住。永寿宫以前就是燕王朱棣的府邸，在那里嘉靖觉得很安全。嘉靖也以自己需要养病为由，从此
不再上朝理政。在他以后的24年的执政时间内，只上朝了3次，他也再没有回到乾清宫去居住，直到他驾崩的前一天。因为按照祖制，死必须死在乾清宫内。再后来，嘉靖皇帝晓谕天下，朕龙体无恙，然后凶手伏法，这件事情呢，慢慢的也就过去了。但因为这毕竟是一件不太光彩的事情，宫女竟然合谋想杀死自己的皇帝，所以史料记载是语焉不详，这也就为后世留下了很多的谜团。谜团之一就是这些宫女为什么要刺杀嘉靖皇帝，他们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其二，这些宫女又怎样通过层层的守卫进入皇帝的寝宫的？其三，案发地点到底是在哪儿？是皇帝的寝宫乾清宫，还是曹端妃的寝宫万安宫，也就是后来的翊坤宫？其四，皇帝的宠妃曹端妃卷入其中，那么她真的是参与了其中，还是被冤枉的，成了宫斗的一个牺牲者？再有，这难道只是一次简单的刺杀行动吗？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刻的政治背景？作为这个案件的唯一的受益者，方皇后是不是这起案件背后的主谋？而5年以后，方皇后的突然去世，是否又与这次案件有关呢？带着这些种种的疑问，让我们来重新审视这个案子，抽丝剥茧，看看这些疑云的背后到底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咱们先来说说这些宫女的作案动机。大家知道，嘉靖皇帝服用丹药，服用丹药以后性躁火气大，而且是喜怒无常，经常是因为一些小事将宫女杖责致死。嘉靖皇帝的宫中有宫女差不多1000多人，到嘉靖21年的时候，被他杖责而死的已经有了200多名。那也就是说，差不多每年都会有10名左右的宫女被他活活打死。宫女们对此是惊惧万分。再有，嘉靖皇帝想成仙，当时流行的是西风引露大法。所谓引露，就是引蕉叶上早晨积累的那点露水。据说喝了这个露水配以丹药，可以延年益寿，活到800多岁。所以嘉靖皇帝就让那些宫女们每天早晨很早起来去采集这些露水，以便他早晨起来以后可以饮用。所以宫女们很早就要起来采集露水，很多宫女因为这项工作得了风湿，最后小年纪就病死在了宫中。再有，嘉靖皇帝有一个他非常信任的道士，叫陶仲文。陶仲文为他进献了一个秘方，可以炼就一种神丹，叫元性纯红丹。这种红丹是用童女的精血炼制而成。为了炼制此丹，嘉靖将大量的幼女招至宫中，然后采集她们出巢的精血。为了保证精血的纯净，在每次来朝之前的几天，嘉靖都不让这些可怜的女孩子们吃饭，让她们只吃桑叶，喝露水。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很多的女孩无法来朝。这时候嘉靖又让人逼迫这些女孩们服用很多活血的药物，这样又造成了很多女孩出血不止而死。在嘉靖皇帝的眼里，这些可怜的女孩子根本就不是人，不过就是他的药材库。在这里呢，我想说一点，虽然说炼制这种邪门的丹药确实是嘉靖所为，但这件事情能否成为这些宫女们行刺嘉靖的原因，倒也是值得商榷。因为按照《明实录》记载，嘉靖皇帝大量的从宫外招收年幼的宫女入宫，是开始于嘉靖26年。再以后一直到嘉靖43年，也就是嘉靖皇帝驾崩前的2年，他一共招进了年幼的宫女1800名。但毕竟第一次大量的招幼女入宫，那是开始于嘉靖26年，而人淫宫变是发生在嘉靖21年。其实即便被迫炼丹药也是宫女们刺杀的动机之一，但我们大家想一想，加上刚才提到的那2个原因，这3个原因都加起来，其实也不足以构成宫女们刺杀嘉靖的动机，只能算是间接原因，而不能称之为直接原因。大家想啊，即使这些宫女们面临着可能被杖责而死，可能因辛苦劳作而死，可能被当作药材生病致死，
但这些其实不足以让这些宫女们愿意铤而走险，因为这些原因都不会马上让这些宫女们去死。每个人也都有苟且的心理，所谓好死不如赖活着。虽然累一点，累的时候可能想杀了嘉靖，但歇一歇可能又不想了。被杖责而死的毕竟只是少数，自己只要做事小心点，应该也不至于被人打死。况且这次行动是集合了16名的宫女，大家想想，每个人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忍不了了，有些人觉得还能再忍。16名宫女都同意参与此行动，就说明在这一刻他们都忍不了了。所以促成他们这样做的肯定不会是这些间接的原因，肯定还有另外的原因促使他们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这样做，不杀死嘉靖的话，他们肯定活不了。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严嵩的部下有一个姓李的官员，有一日呢，向嘉靖皇帝进献了一只五色神龟。据他说，这只神龟是在华山深处找到的，因背甲上有5种颜色，所以呢，这是五色神龟，这是一个大大的祥瑞。嘉靖皇帝看了以后非常的高兴，重赏了这名官员，然后就吩咐杨金英等一干宫女，让他们负责好好的照顾这只神龟。如果这只神龟出了什么意外的话，那这些宫女们就都得死。嘉靖还特意为这个神龟建了一个水池，将神龟养育其中。有人说，哪儿来的这种五色神龟啊？世界上真有这种五色神龟吗？所以有人就说，所谓的五色神龟不过就是那名官员让人用一些特殊的染料染在了龟甲之上，用来哄骗嘉靖的。这一点呢，我倒是有不同意见。首先，嘉靖不是傻子，龟甲上的颜色是不是被染上的，应该是不难发现。即使是第一眼看不见的话，那么过了几天，经过风吹日晒，又在水中浸泡，自然也就能够发现了。而且，如果一旦被发现这个神龟的颜色是染的话，那么这名官员必定就犯了欺君之罪，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这样的风险，估计这个官员也承受不起。所以啊，很有可能这只神龟上面的五色是生长在龟甲上的一些藻类的东西，碰巧长成了5种颜色，或者干脆就是这只龟发生了什么基因突变。类似这样的事情，我们大家应该觉得不会陌生。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忍者神龟，这只神龟换了新环境没多久，大概是水土不服就死了。看到这只神龟死了，杨金英他们也就知道自己的命也就到头了。所以在被嘉靖发现这只神龟已死之前，杨金英就找到了他刚交的朋友宁嫔王氏来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杨金英那时候据说已经是30岁左右，在宫中呢也有一定的职位，而宁嫔王氏以前也曾经很得宠，但后来嘉靖又转而宠爱曹端妃。宁嫔王氏言语无状，得罪了嘉靖，嘉靖罚他也去采集晨露。就这样，他就认识了与他一起采集晨露的杨金英。杨金英找他商量的时候，他出的主意就是一不做二不休，一起杀了嘉靖皇帝，然后趁着皇帝心丧，没人顾及神龟之事，这样呢，或许他们还有一线希望可以活着。所以啊，我觉得神龟之死应该是杨金英他们决定刺杀嘉靖皇帝的主要动机。因为这时候他们面临的局面就是，他们这一组16人如果不杀死嘉靖的话，那么他们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别的去路，这才能促使他们铤而走险。疑云之二，这起案件发生的地点到底是在哪儿？是端妃曹氏所居住的万安宫，还是皇帝日常居住的乾清宫？有的朋友可能会问，发生案件的地点真的这么重要吗？没错，如果这起案件发生在万安宫端妃的住所的话，那么端妃作为一宫之主，肯定是有脱不开的干系。方皇后最后告他一个同谋的罪名，多多少少也会有些道理。但如果这起案件发生在乾清宫，那就与端妃毫无干系，那么端妃的同谋的罪行，那就是被冤枉的。在史书中，关于案发地点有着不同的记载，有的史书是没有提，比如说《明实录》，
有的史书明确地指出是发生在端妃的万安宫，比如说《明史》，还有一本书是沈德福的《万历野获编》。我在以前的一期视频节目中，关于来自前朝的诅咒那一期中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说是发生在端妃的居所。但现在呢，经过进一步的查考史料，我觉得更有可能的案件的发生地是在乾清宫。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嘉靖皇帝的日常居所，不管他有没有临幸妃嫔，他的居所应该就是乾清宫，这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如果那天嘉靖临幸了端妃，会不会就下榻于端妃的万安宫呢？这一点呢，非常值得商榷。我们无法确知在嘉靖朝的时期，明朝的妃嫔的侍寝制度是怎么样的，是走宫制还是禁御制。所谓走宫制，就是皇帝在宫中走，然后想去哪个妃嫔的宫就进他的宫门，在那里住一宿，第二天从那里上朝，这叫走宫制。所谓禁御制，就是皇帝还是安睡在他的乾清宫内，然后呢，被他点名侍寝的妃子被人招进他的乾清宫，下了课以后，侍寝的妃嫔再回到自己的宫殿。清朝的时候实行的都是禁御制。从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史料可以了解，明朝崇祯年间肯定实行的是走宫制。当时是到了晚上，每个妃嫔的宫的门前都挂上2个大红灯笼，妃嫔们都在自己的宫中等待，只有皇帝这个无家可归者在宫墙之内游荡。然后选定了哪个妃嫔以后，太监会通知其他的妃嫔，让他们把灯笼热掉，明天晚上再点起来。皇上会留在自己选定的妃嫔那里过夜，然后第二天从那里直接上早朝。以前有部电影，就是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挂大红灯笼的习俗应该就是出自于崇祯朝，但这肯定不是明朝一直以来的侍寝制度。因为据一部史书《列皇小实》记载，当时崇祯皇帝的皇后周皇后不喜欢以往的禁欲制。禁欲制不管怎么说都对女性是有一种歧视的意味，因为周皇后不喜欢，所以崇祯皇帝就改变了禁欲制，而变成了后来的走宫制。从此事我们也能看出来周皇后在崇祯皇帝心中的位置。《列皇小实》的作者呢叫文炳，他的父亲是当时崇祯朝的大学士，所以呢他的资料来源应该渠道是非常可靠的。而且这部书并不是以前的那些什么志怪小说，是一部非常严肃的史作，还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既然崇祯朝之前并不是走宫制，那会不会一直就是禁欲制呢？这点也很难说。大家也知道明朝的皇帝比较任性，朝都可以不上，更别说改变个什么侍寝制度了。那么嘉靖帝当时到底是在哪儿？按照《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福所言，嘉靖是宿在端妃的卧所。那问题就来了，当时16个宫女准备勒死嘉靖的时候，端妃在哪里？她不是应该睡在嘉靖的旁边吗？也许她侍寝完毕以后就睡在了其他的房间，但当时16个人那么大的动静，她就一点没有察觉吗？如果他真的参与了其中，那么让嘉靖死在自己的宫殿里，这不是不打自招吗？当然了，也有可能因为那时候已经早上6点，可能端妃已经早早的起床，为嘉靖准备一些早餐，或者说他要吃的那些丹药。但其实这也说不通，6点了，皇帝也快起了，作为侍寝的妃嫔，难道她不应该准备伺候皇帝起床吗？再有，如果皇帝是夜宿万安宫，那么杨金英他们是怎么进入的万安宫呢？他们并不是这个宫的宫女，皇帝在此处安歇，难道随便哪个宫的宫女都可以随便进入吗？皇上的安全是不是也太不靠谱了？还有一部史书记载了当时的情形，这本书的名字叫《昼载》，作者叫张和。张和就是嘉靖时期的人，他当时也是在朝为官，在这案件发生的时候，他的担任的职务正好是刑部主事。司礼监审理这起案件的原文，最后都交到了刑部，由刑部审核。张和很可能是看见过案件的原文的，
而且他作为刑部的主事，也肯定去过案发现场进行勘察。在《张和昼载》这部书中，并没有说端妃的万和宫是什么样的，而是重点提到了乾清宫是怎样排列的，有多少个床。据《昼载》记载，乾清宫总共有9间房，下面5间，上面4间，每一间都有3张床，总共是27张床，每个床都被厚厚的帷幕遮挡，所以皇帝晚上是睡在哪张床上是无人能知的。皇帝的居所的情况肯定是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那么张和怎么可能了解得这么清楚呢？很有可能是当时案发以后，他奉命去勘察过现场，所以将他所见到的情形记录在了《昼载》一书中。如果事发地点是在乾清宫的话，那么好多事情就都可以解释了。比如说杨金英他们怎么就这样通过层层的守卫进入了皇帝的卧所？那是因为杨金英他们本来就是乾清宫的宫女，那时候早上6点多钟，正好是他们采集完晨露以后，回到皇帝的寝宫，为皇帝准备早膳，因为嘉靖早上要喝晨露的。乾清宫的宫门口肯定是有侍卫的，但侍卫认识他们，知道他们是宫中的宫女，也知道他们的日常，每天这个时候都要给皇帝准备晨露。乾清宫的侍卫只负责把守乾清宫的门口，而皇帝的寝殿门口是不会有侍卫的，这本身也是为了皇帝的安全考虑。所以在杨金英他们动手杀嘉靖的时候，侍卫们并没有察觉。再有那个后来被吓破了胆跑去通风报信的宫女张金莲，她为什么直接跑去坤宁宫去找皇后呢？因为她知道只有皇后才有权利带着太监和侍卫进入乾清宫，这是明朝宫中的规矩。再有在《万历野获编》中有过如下的记载：至人淫宫壁之变，上因为乾清妃善地，凡先朝重宝法物尽洗其中，后宫妃嫔俱从行，乾清随虚。就是说事后嘉靖觉得乾清宫乃是不祥之地，所以他将先朝的一些重器法宝，据说这些东西都有驱邪的作用，都迁到了乾清宫，而自己则搬了出去，再也没有回去。如果案发的地点不是在乾清宫的话，那么嘉靖为什么要离开乾清宫呢？这起案件能跟乾清宫又有什么关系？如果发生在端妃的住所，把端妃的万安宫封了不就可以了吗？她还可以继续住在她自己喜欢住的乾清宫。为什么要离开乾清宫？为什么说乾清宫乃非善地？这本身似乎就是答案。那么这起案件的背后有没有什么复杂的政治动机？这是不是一起政治谋杀案呢？我觉得应该不是。从这起案件的准备程度来说，处处让人觉得粗糙无比，所以这很可能是杨金英他们几名宫女临时起意做的一次大案。至于方皇后是否涉案，是否是方皇后指使的呢？我觉得也应该不会。方皇后的地位是因为嘉靖的存在。当时虽然嘉靖宠爱端妃曹氏，但作为皇后，她的地位并没有受到什么威胁。而且当时的太子并不是方皇后的儿子，如果嘉靖驾崩以后，他就自然成了皇太后，而皇帝却不是自己的儿子。这样的皇太后肯定是不如皇帝的亲生母亲那样的实实在在。方皇后可能只是抓住了皇帝让他审理这起案件的机会，诬陷了曹端妃，或者是宁嫔王氏早先与曹端妃有隙，所以这次正好拉曹端妃下手，方皇后也就顺势而为，这样就把曹端妃无端端地牵入了此案。当然了，此处也不排除方皇后也是受蒙蔽的。后来嘉靖帝似乎也明白过来了，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说端妃我所爱，亦无此心，就是说端妃应该不会是想杀我。可此时的端妃早已经尸骨无存。嘉靖实际上是在案发的第2天就已经清醒了，但他并没有阻止对端妃的行刑。这是因为他的昏庸，还是因为他内心的阴暗呢？5年以后，宫中又起大火，方皇后被困在火中，太监们想去营救，当时的嘉靖皇帝却阻止了他们，
任凭方皇后在火中呼喊。甚至有史学家认为这场火就是嘉靖皇帝放的。也有人认为呢，方皇后并非是死于这次火灾，因为方皇后薨逝的时间是在火灾发生以后的几天，所以有人说方皇后是病死的，嘉靖也并不是以此来报复她。但我们仍旧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就是方皇后很有可能是在这场火灾中受了重伤，当时并没有死，但几天以后伤重不治才去世的。嘉靖皇帝此举如果真的是想为端妃复仇的话，那么与此同时，他有没有想到过被他烧死的这个女人曾经救了他的一命？他一定是想到了，所以他才说过这样的话：后救我命，而我不能救后。又是一句后知后觉的感叹。方皇后是他的第3任皇后，如果我们了解了嘉靖皇帝对前2任皇后的所作所为，也许我们就不会奇怪嘉靖这样做了。战国时期，安陵君的使者唐雎出使秦国，当时秦国想向安陵君索要50里土地，并说他将以500里土地交换。安陵君知道秦国绝对不会拿500里土地与之交换的，所以他派唐雎去劝阻秦王。秦王与唐雎发生了争执，秦王怒曰：公常闻天子之怒乎？唐雎说：臣未尝闻也。秦王说：天子之怒，伏尸100万，流血千里。唐雎说：大王常闻布衣之怒乎？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官图显，以头抢地耳。唐雎回答道：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若士必怒，伏尸2人，流血5步，天下缟素。随即唐雎是仗剑而起，目视秦王。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这个道理也是杨金英等16位宫女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布衣之怒，天下缟素，当权者亦当慎之。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弗兰克讲，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